我记得我有几次类似这样的经验也就是有一次我早期有一个出家师父也是按推完，我很认真按推，但是不是很用力，5分钟后他竟然突然间僵硬了，然后一直喘促，然后呼吸很困难，哇！这时候全场都吓呆了。那我第一次遇到，实在没招了。那这时候因为是下课按，很多学员都围着我看，我说惨了，那这个处理不好，下面的课怎么讲？还好有一个师父来跟我提醒，他说这一个师父其实他未出家前处境堪怜，因为身世很凄惨的。他每一次想到他过去种种，都会悲从中来，甚至就流出眼泪。所以他说，现在围观的人那么多他会觉得自己又觉得更加严重，还有可怜了。所以他劝我说，不如请一个师父把他推进卧房，那我们继续讲我们的课。我想一想也有道理啊，反正待在这里我也无能为力了那这时候继续讲课，讲完之后下课，我第一件事你们应该猜到了吧？我急着去找那个师父，就冲进去一看，他笑着对我，然后正在吃巧克力，然后他跟我讲：“哎呀，不好意思啊，刚刚吓着你了。如果你继续推，会不会推出问题来？一定会把他的热能消耗掉，甚至真的就挂了都有可能。那这时候反而放松了然后让他休息了，充分休息，甚至温敷了，他就好起来。类似这样的案例还遇过好几个所以终于确定。像还有一次藏地也是这样，也是一个出家师父心脏病发，那我们的学员帮他揉，也好起来了。结果没有多久又复发，再揉再温敷又好起来，隔不久又复发，再揉就没有效了。这时候他们就有人通知我很多人围观最后也是情况我去看已经快挂了。为什么？身体僵硬，然后气息很微弱，然后身体动弹不得，然后眼眶里面有泪水在滚，好像要找他的上司之类的。那围观的人越多，我看情况越严重。最后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师父也提醒他说，曾经有发作，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所以我把人员疏散，然后再来请几位资深的志工轮流照顾其他的人都不再参与。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发现这个师父很多人的关爱包括给他喂很多的姜汤参汤还有贴软贴然后裤子一脱下来，那个内裤贴着5片的软贴好像在烤番薯难怪会传起来结果一看就知道那个是过量了，然后让他把这个过量的都撕掉之后，然后让他静静的休息。半夜他就起来吐了很多，那吐了一些之后，我看应该是吐出一些什么姜水生水因为不知道被灌了有多少。因为他发作3次每一次大家就怎么样，一杯一杯这样灌，然后软贴一片加，然后结果越加越严重，就是过量那最后3个轮流看护下来，这个师父就转危为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要提醒的，就是当他在喘促不堪、呼吸困难的时候，快挂掉的时候那时候中文也参与，中文就第一个问老师要不要用氧气罩，因为山上都有，因为空气稀薄嘛，那马上用氧气罩戴下去，喘就缓解，所以才有后续的让我们从容的由3个轮流来看顾所以到清晨我去看的时候又后悔一次，因为我开门的时候那个师父看到我很激动，然后张医师，然后就传起来了哎呀，我就很后悔去看他，然后马上又急救，又戴氧气罩，然后我就溜出来了。为什么？看到我太激动了。那重病患者不宜怎么样，情绪起伏太大，所以我这里特别讲静观其变，不要闲杂人来打扰，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一招是原始点最厉害的一招，叫做什么？无招胜有招。
反正你该做的都做了，你再做就是过量，反而会伤了他。你太多的关爱，他承受不起，反而病情会复发。所以我终于体会到，爱只能适当，而不能过量。尤其重病，他是没有这么大的福报，能承受你太多人的爱，所以我们只是这样轮流照顾，反而把他救起来。所以一定要记得，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反正尽人事，最后怎么样？